万众期待、万人瞩目的 Sola 终于发布了。Sola 自2024年2月发表以来，历经10个月，它升级为 Sola Turbo 版本并发布。这次我将结合官方放出的视频演示以及官方教程，解说 Sola 的6大特点。好了，废话不多说 ，Let's go！ 我是夕颜，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Sola 可以从提示词或者是静止画生成多种风格的视频，目前支持生成最长20秒的视频，分辨率可选 480p 到 1080p。视频比例支持横屏、正方形以及竖屏格式，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适当的宽高比。先来说一下 Sola 的价格，不管是 ChatGPT Plus 用户还是 ChatGPT Pro 用户，只要是付费用户都可以使用 Sola。ChatGPT Plus 是每月$20的订阅方案，在这一方案下，每月最多可以生成50个 480p 分辨率的视频。如果选择 720p 分辨率，可生成的视频数量会有所减少。如果视频生成的需求很大，那么需要订阅 ChatGPT Pro 方案。ChatGPT Pro 的费用是每月$200，在这一方案中可以生成10倍数量的视频，即每月最多500个视频，分辨率为 1080p， 视频长度为20秒，下载时还可以去除水印。20秒500个视频，简单粗略计算一下，生成视频的总时长差不多是 2.7 个小时，做一部电影的时长是够了。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废片率、人物一致性、剧情连贯性等方面，这些问题将真正考验用户对工具的掌控能力以及后期处理的技术水平。另外 OpenAI 官方宣布计划于2025年初推出符合用户需求的全新定价方案，因此未来可能会推出仅限于 Sola 功能的订阅方案。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希望 OpenAI 能推出不限量的使用方案呢？进入核心内容之前，我们可以看下 OpenAI 最近公开的 Sola 最新生成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视频全部都是通过 AI 生成的技术。那么现在开始介绍 Sola 的6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 Remix 功能。Remix 功能是指对视频的部分元素以文本指令进行修改的功能。如当前画面中，当打开一扇大门后，里面是一座图书馆，通过指令可以更改这扇门的样式，或将这座图书馆变为宇宙飞船，还能将宇宙飞船删除换成丛林，或者将丛林变为月球景观。这些元素变更都能通过文本指令来实现。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官方教程。官方教程这里用作示例的视频是航拍海边高崖上的一栋建筑物，利用 Remix 功能能对这栋建筑物进行修改。操作方式是在界面中点击 Remix 按钮，然后在文本框中输入要修改的对象和指令，还可以在此调整 Remix 强度 Strong、Mild、Subtle、Custom 4种。现在可以看到生成的视频，建筑物发生了变化，这就是 Remix 功能。仅此一项就已相当惊艳。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地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这不是特别明显，但仔细对比后，山崖和后面蜿蜒的路还是有差异的。利用好一个工具，我们还得知道它的局限性。Recut 功能也备受瞩目，换一个叫法补帧可能更容易被理解。在以往，如果生成好的视频想再多加2秒的内容，只能靠补足视频，但无法灵活选择重新生成的起点。而 Recut 功能则允许你指定某个位置，从该处向前或向后生成新的视频内容。如视频示例中演示了可以针对不同位置指定并延长视频。具体的就是这里，先选择了其中1秒时长的视频，然后向后拉伸，拉长到了2秒，再向前拉伸2秒，最后变成一个4秒的视频。Sola 很擅长自主思考和生成，所以能根据前后的场景自然衔接，这在创作时非常方便。
以前如果有场景略显可惜或想再延长，就得在视频编辑中切割或拼接，又或者是调慢视频速度。但现在如果有想继续延长的片段，就能通过 Recut 功能生成更有魅力的视频，不留遗憾，提升作品的完成度。这里演示可以看到3个场景或者是3个分镜，分别是全景、特写、全景。在官方教程里，想把第一个全景向后延伸，所以先裁剪到了 1.06 秒，然后在该位置点击 Create， 最后生成了长达5秒的视频，是不是很强大呢？输入文本提示后，就能自动生成类似分镜头脚本的场景安排，并最终生成视频。这就是 Storyboard 的功能。这个功能非常有趣，也十分强大。可以说 AI 做电影就看它了。比如这里有3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提示词。一片广袤的红色景观中，远处停靠着一艘宇宙飞船。从宇宙飞船内部向外望去，一位太空牛仔矗立于画面中央。特写镜头下，宇航员的双眼在针织面料面罩的映衬下清晰可见。提示词的下方也标好了帧数，按照电影普遍规格24帧1秒来换算，分别是 4.75 秒、8.75 秒和 4.83 秒。根据顺序、提示词、时长，视频就能生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不过想要真正发挥这项功能的威力，不仅需要清晰的故事设定和场景描述，还需要了解镜头语言，例如不同景别、远景、中景、近景等，如何传达氛围和情感，如何利用运镜、推拉摇移引导观众的视觉焦点，乃至利用光线、构图、色彩来强化叙事张力。通过在文本提示中加入对镜头语言和运镜方式的说明，创作者可以拉高 AI 生成的上限，让最终成果更接近于专业导演的视觉表现，从而实现更具艺术性和叙述性的 AI 视频创作。顺便说一下，这里的提示词中的 In the distance, cowboy stands center frame, close up 刚好就对应着景别里的远景、全景和特写。在官方教程里，用文字设置了2个场景。场景1，一只头顶红色、尾巴呈黄色的丹顶鹤站在溪边，高着头四处张望，整体色调柔和淡雅，溪水中映出些许微光的倒影。场景2，这只丹顶鹤将头轻轻探入水中，在设定时还能指定场景间的时间轴，让视频按照时间顺序自动生成。据说在场景与场景的过渡中，延长时间有助于生成更平滑的结果。视频的比例也可以选择16:9或正方形等。生成后即可获得包含丹顶鹤的场景以及丹顶鹤在饮水的场景，以此实现了2个场景的组合。Loop 循环功能。Loop 是指对视频中特定的部分进行剪辑，使其反复循环播放，是不是看不出一点破绽呢？这个功能可以让你的视频成为一个有趣的莫比乌斯环。官方教程中，通过选择起止区间，对希望循环的片段进行修剪，建议选择在片段开头与结尾较为相似的地方。Loop 的类型有 Short、Normal、Long 3种可选。对于首尾差异较大的素材，建议使用 Long 选项。点击 Loop 按钮后，即开始生成循环视频，最终得到的循环视频相当流畅，几乎看不出衔接点，这就是 Loop 功能。Blend 功能是将2个视频素材无缝融合在了一起。视力这边演示了将一段雪花飘落视频与一段花朵飘落视频进行 blend。Sola 会提取这2个视频的要素，并生成一个从下雪场景逐渐过渡到花朵飘落的全新视频。看来无缝转场这种酷炫的拍摄剪辑技巧， Sola 的一个 blend 功能就实现了。官方教程中，首先导入蝴蝶的视频，再导入花的视频，这样就能同时并列这2个视频。接着调节从蝴蝶变成花的过渡过程，
可以通过调整曲线进行微调，完成后点击 Blend 进行混合，这样就会生成一个从蝴蝶场景变化为花朵场景的视频。这就是 AI 视频特有的创作方式，能用来制作很多很有趣的作品。最后第6个特点 Style Preset 功能。Style Preset 是指通过指定视频风格来改变视频整体氛围的功能，简单说就是视频版或者说是动态版的滤镜了。示例这边原本是猛犸象在雪中行走的视频，风格转换后就变成类似纸板和纸艺风格的作品。还有 Archive 风格，看起来像老旧胶片的风格，以及 Film Noir 电影黑白风格。这种方式可以大幅度改变视频的视觉效果，这就是第6个风格预设功能。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不过目前尝试使用 Sola 时，会因为访问人数过多而无法进入。若我有机会实际使用的话，一定会仔细测试，再来出一期视频。如果这次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记得点赞、订阅。我是夕颜，我们下期再见。